如果你很焦虑，那就每天坚持做2件事。这句话贯彻了我近几年的生活。我是差不多3年前才开始贯彻这句话的。如果你最近可能很焦虑，或是觉得生活很混乱，然后脑袋停不下来，或是你觉得自己很废什么的，你现在过的不是你满意的生活，那你就可以找2件事，天天做，持续做，稳定做，坚持做，就会为你带来很大的改变。那我这边就来分享我做的2件事。必须先讲，我做的不止2件事，但我一开始是只做2件事。为什么是定在2件事？因为一件事其实没有很多，那个成就感不够啊。如果3件事的话，可能又会花你太多的心思，占据太多的时间，你可能就会很难坚持。所以我觉得2件事是很不错的甜蜜点。我总共有7件事，但7件不是每个都天天做，有些可能是1周做个5次，因为有些是需要休息的。好，那第一个我很推荐的就是运动。我这里的运动指的不是健身，因为像我健身是1周2次嘛。那我天天坚持的是什么呢？要么跑步，要么跳绳，时间也不用久。跑步我可能可以跑半小时到1小时，但跳绳我就是固定15分钟，让我隔天可以持续做，不会对身体有太大的负担。有氧运动真的会让你分泌多巴胺、脑内啡、快乐荷尔蒙，你真的会比较快乐，而且你做完会非常有成就感。你流了汗，又快乐，又有成就感，又燃烧了热量。唯一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可能前4-5天，你要先坚持做。前4-5天你可能会怠惰、懒、厌倦什么的，但你只要坚持做，你到1周，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没有做就会觉得身体怪怪的。之后你就一直坚持下去，像我这样就1年了。好，再来这个我大概做3天休1天，也就是瑜伽。瑜伽我也不是去上什么课，我只上过1次。剩下我就是自己看 YouTube 学，然后自己瑜伽垫在家做一些简单的拉筋，每天花我10分钟到半小时。我懒的时候，我就挑几个关键的做10分钟，我不懒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做比较久嘛，半小时可能超过。那我做是在早上做，在有氧之后。不过近半年我睡前也会做，就稍微拉一下，感觉身体比较放松，才比较好睡。拉筋就更不一样了，拉筋大概痛苦了3个月。才没那么痛，但拉到现在还是会痛。好在是念经，我总共有念过4本经：妙法莲华经、观世音菩萨的，然后地藏菩萨、地藏王菩萨本愿经。那我现在几乎天天有在念的是这2本，有时候是择一，有时候是都念。那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里面就有讲到，你要持续念个49遍，就会很不错。所以我就念了49遍，但我中间因为有2天没有空，就真的有断，我就后来又补2遍这样。反正这个我已经念满49遍了，很不错。然后金刚经就不用讲了，念100遍有了。其实你念到一定的次数之后，你就会很熟很顺的这样念下去。所以我现在念这2本经差不多都是花20分钟而已，以前都要花1个小时，就是你可能念前5遍的时候，之后就慢慢加速，到差不多20遍左右，你的那个熟练度就会变高很多。那甚至我现在是有些章节我都背起来了。那关于念经，我觉得我之后再发一个影片讲我的心得好了，不然这影片会太长。好，再来是读书。读书，我个人是有一阵子是读书，就是各种书我都读，但我不读那种故事书、小说这种，我是读拿给你们看，像这个。哇，这本书在讲什么我都有点忘记了，反正就是在跟你讲不要那么在乎吧。它的标题是这样：神话学，这本我还没读。念力的科学，它就在讲说显化吸引力法则，为什么你的意识可以改变物质现实世界。这个就比较像是小说了，这个是惊悚小说。我看这本书主要是为了练英文。金刚经说什么？金刚经注释，不然我一开始读金刚经的时候，其实读不太懂，里面就是还是大概知道意思，不过我希望可以更了解它的意思，因为它是文言文嘛。但像药师经就比较好读 ，Good vibes, good life， 也是类似你的心态的。The psychology of money， 在讲理财，为什么巴菲特有钱？他是靠爆发吗？还是靠持续的？反正总之他就在讲说关于理财方面，但
这本书它不是在教你怎么赚钱，它是跟你讲你要怎么规划你的财富，然后也不算在讲投资。你玩游戏还是游戏玩腻？这本我也还没看完，看一半而已。当然还有更多的书，可能有10本，我放在新竹，因为毕竟我这里租屋空间有限，可能之后搬大一点了，我也想要有一个书柜专门放我的书。最近没有在买书，也是因为这样，有这个啦，电子书啊。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实体的书，因为你读完就有一种收藏的感觉。我读书是前一阵子读书，我现在是读英文，2万单，我打算把它背完。我之前有背过，但我忘了很多，我的词汇量可能变成13000到15000，所以呢，我就去书局又再买了一本2万单，应该是同一个作者，因为它读起来很像，它跟前一本我大概10年前买的那一本很像，应该是同一个作者啊。这个我坚持了，应该也是1年，快要背完了啊。我背的方法就是我会去买这个笔记本，你看我上面写5，就是代表这是我背的第5本，我就在里面疯狂背。现在可能大概剩最后1000个单字而已，坚持做真的改变超多的。我等于这1年来复习了13000个单字以外，又多背了5-6千个单字，然后再剩1000个单字，我就完成2万单了。下一个是我最近才开始坚持做，也就是1日1餐，但我并不是每天都这样做。现在体脂比较没有那么高，所以我1周大概只有3天可以真的坚持住，剩下我就是间歇性断食，但也是比168强度再高的。可能是186或是24，有关于1日1餐的影片我有做过，大家可以去看。我之后还会再分享一个全新不同的版本，因为又再过了几年嘛，总会有新的心得跟体悟的。写日记这个我就比较没有坚持天天做，我前一阵子有坚持天天做，但我后来发现我写一写都差不多的东西，之后我就变成可能1周写2次，最后就是冥想了。冥想我有分很多种，有一种是我会去庙里打坐，但夏天比较热，我就比较少会去，再加上有蚊子，所以我现在都是在家里打坐居多。冥想。那在家里冥想，我有时候会听冥想音乐，有时候不会。但我近期都会做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一空都没有卖这个水晶原矿摆件嘛，我就会握着我的水晶，然后这样冥想。握着水晶冥想真的有差，当然不是说要推销说你一定得买，你只要有冥想就是不错。但握着冥想有差，你的水晶可能有话想要跟你讲，就算你不会通灵，或是你第3也没有开松果体是没有活化的也没有关系，你就是会有直觉，你就是会感受得到。那为什么要握着水晶而不是摆在旁边呢？是因为就是水晶就是有能量嘛，那在你握着它的时候，你的能量会进去它，所以它就会有你的能量，之后你再摆在桌上，它会更符合你想要的东西，提高你的频率、振动、能量场。那当然你没有水晶摆件也没有关系，你可能有水晶手链，你有水晶手链的话，你可以戴着，你也可以这样握着它，就是你要跟它接触，不要只是摆在那边。当然摆在那边，水晶毕竟就是有能量的东西嘛，不过你握着它就是可以把能量灌进去。好，那以上这些就是我有在坚持做的事情。一开始老实讲真的会很痛苦，不过我不知道是我适应太快，还是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做个1周你就可以坚持长期做下去。他们其实都不会花你太多的时间，当然除非你挑了一堆啦，你如果只做2个真的不会花你太多的时间，每个可能就几分钟、10分钟甚至半小时而已。只要你想做，只要你想改变，你都能抽出那些时间做这些事。1个月、3个月到1年后，那个改变是非常大的，成效可能不会一开始就很快，但你一定会明显感受到。就这样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